Hello， 大家好，我是静。那昨天的影片当中，我和大家讨论了有关于中共国与马来西亚相互免签90天的这个新的政策，将会给马来西亚这个国家以及马来西亚人带去哪些可以预见的负面的影响，是引起了许多观众的激烈的讨论。那今天这些影片呢，我想继续延续昨天的话题，讨论一下现在正在新加坡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众所周知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一样，也是对中共国免签的，只是呢，新加坡目前是免签30天而已，而且新加坡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发达的国家对中共国相互免签的啊。那所以说呢，自从新加坡和中共国免签之后呢，是引来了大量的犯罪分子、各行各业的人，也在新加坡制造了许多的违法乱纪的案例。那我在我之前的影片当中呢，也和大家报道过相关的案例，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去看我往期的影片，我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他们在新加坡所犯下的罪行了。我们都知道，中共国人如今呢，在全世界范围都是臭名昭著的，他们是出了名的不讲规则、不遵纪守法、没有底线、没有道德，而且是把无耻当作一种本事的国家啊，这样的人群大量的涌入到一个像新加坡这样的法律严苛、高度文明的一个小的国家的时候呢，那也一定会给新加坡的社会带来许多的问题的。那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来讨论另外一个在新加坡的中共国的群体，那就是拿新加坡的工作签证来新加坡淘金的这一个人群啊。那众所周知啊，那随着新加坡的政府对中共国实施免签之后呢，我们的政府就在几个月前又进一步的对中共国人开放了更多的相关的工种。那这些工种呢，是之前是不可以聘请外国人的，现在呢都开放给了外国人啊。那所以说呢，这一来呢，将会有更多的中共国籍的人到新加坡来淘金、来务工。那当然呢，因为新加坡是长期用工短缺的，我们也是需要有这些有经验、有技术的人前来新加坡，帮我们一起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可是这大量的中共国籍的人，他们的素质也是参差不齐的。那我不否认，有一部分呢是非常的遵纪守法，是非常的勤劳，也是踏踏实实的来工作的。可是呢，还有很大一部分，他们来这里是投机倒把的，是搞一些灰色产业的。譬如说，最近1-2年在新加坡尤为泛滥的，由中共国人开设的劳务中介和一些地下的所谓的培训机构，已经形成了有规模的产业链，而且他们是有针对性的专门骗中共国人。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有一个网友在网上联系我，就说了他的经历。我听到之后，我真的非常生气。他从中国过来的时候，说是带了7、8万人民币，给中国的中介费交了有2、3万。他说帮他找了一份工作，来到新加坡1个星期不到，直接把他给裁了。他合同没签，身份没有办下来，他就告诉我说他无家可归了。旅游签证快到期了，他就到了马来西亚那边。在马来西亚那边找了一份工作，那个雇主说可以帮他办 WP 签证，他说他是拿着批准信过来新加坡的，但是到了新加坡之后，那个雇主又告诉他，你必须要支付5000新币才能给你签发这个身份。他自己认为拿这个批准信他就已经是 WP 了，其实不是。我当时就直接告诉他，我说这种情况你就不要再支付那5000新币了。为什么？因为像这种情况，基本上你即使交了费用，这个老板也不会让你长期的给他工作的。后面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赶紧自己去找工作。可是他却跟我说他不着急，他说过几天之后他能拿到一个证书，用这个证书有几个朋友老板可以帮他去确定一个工作。我一听这个事情就不靠谱，我说你确定这个老板能帮你找到工作吗？他说是的。就在不久之后，他第3次联系我说，姐，我在新加坡找不到工作了。所谓的认识的这几个老板，就是让他花钱交个学费，学个证书，
可是这个证书并不能解决他就业的问题，他们只是想赚他这个钱。后来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发现这并不是个例。我给你总结一下，一种是你交一个中介费，它直接消失掉了，这一种在我看来我觉得还相对幸运的。还有一种就是他说给你办了签证，你过来新加坡之后说是可以给你搞定工作准证了，可是你工作了不到1个星期，把你给直接开除。还有一层深度的骗局，当你的这个工作准证被取消了之后，突然就出现了一个老好人，说是只要在新加坡考取一个证书就可以帮你搞定一个工作。可是你交了学费，辛辛苦苦去学习考取了一个证书之后，他又告诉你没有配额，然后根本就找不到工作。联系我的这个网友，他从中国带来了7、8万人民币，全部花光，到现在他不得不离开新加坡，去了马来西亚。以上影片当中这样的案例呢，其实在新加坡并不算个案，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事情啊。那影片当中所阐述的，他这个中共国的人，他通过中共国人开设的黑中介找到了所谓的工作，然后他还做了一个假的 work permit 的批准信，把他骗到新加坡来，通过旅行签证。当他们拿旅行签证欢天喜地的来到新加坡，觉得自己就可以顺利的入职，开始赚新币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假雇主也是和这个黑中介一伙的，会要求他去再交5000新币的押金。如果说你不交的话，他就可以顺理成章的说，哦，那你这个工作签证就没有办法办下来啊。这个时候他会来告诉你说，你的工作签证没有被批准，是因为你的资历、你的学历不够，所以说才没有被批准。他这个时候他又用另外一个骗局去骗你更多的钱，就是让你在新加坡参加这些中共国人开设的地下的所谓的正规的培训学校，拿所谓的证书。可是他这些所谓的学校和培训机构都是非法的，他所颁发的证书是不被新加坡政府和人力部认可的，是没有任何的含金量的。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根本不了解情况的中共国的人会相信他们，会觉得哦，那我只要去拿了这个证书的话，我就可以在新加坡找到一个高薪的工作，然后就继续的被骗，直到被骗到身无分文，就像影片当中的当事人一样。那可能有很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人看了之后会觉得很不可思议，他们为什么会去相信这一些黑中介的话啊？他们为什么不自己去新加坡的官方网站去查看，去申请他的工作签证啊？那可能你们非常的不了解啊。一般从中共国来新加坡做工的，拿 work permit 的，他们都是没有什么文化的，或者是他们都是不懂英文的。虽然说新加坡各个部门它的信息都是非常的公开透明，你要办任何的签证、申请工作，其实都是可以自己去搞定的，你不需要通过任何的中介的。可是呢，这大量的中共国的人，因为他们存在严重的信息差，然后他们也有语言障碍，所以说他们就会选择去相信他们自己人，这些中共国人在新加坡开设的黑中介，然后他们就会去求助于他们的同胞，然后说的特别好听，说我会帮你找到工作，只要你交这个中介费，就确保你找个3、4千新币的工作啊。然后当他们经不住诱惑，也对新加坡的市场不够了解的情况下，他们就会相信这些同胞的游说，就会相信交了高额的中介费之后，来到这里被继续的宰杀到身无分文。这就是中共国人啊，你看到没有？他们是专门杀手，专门骗自己人，这是一个多么可恶的事情。更加可恶的是，当这些无知的中共国的劳工被他们自己的黑中介给宰杀之后，他会把这笔账，把这个仇算到新加坡政府的头上，算到那个假的新加坡的雇主的身上。他觉得我是被新加坡的移民厅给骗了，他已经颁发了这个 work permit 给我，现在因为我没有缴押金，又帮我取消了，他从头到尾
都被他们自己人的黑中介给蒙蔽了，但是他还不知道，他还继续的去埋怨新加坡政府和新加坡的雇主啊。OK， 好了，以上是今天的内容，我们下期见，拜拜。